你瞅啥呀？没有要让的，冲！可以，牛逼！我们很牛逼的博弈了他，然后超过来再变了个道，是吧？前面一个焦点，然后焦点还在蓝色。这种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是跟车流的道走。会采取那个前车的轨迹，走到车的间距。哎，他过来了呀！好，就对了嘛，勇敢一点，不要怕。好，各位买好，我是董爱买。这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蔚来 NOP Plus 在城市端的进展。那其实呢，在今年的6月13号的时候，我就有参与过蔚来的增强领航辅助的抢先使用。那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版本啊，那交互呢也基本上都没有做。那一次的体验呢，他们就是告诉你，我在城市驾驶上有一个基础，我大概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件事，它跑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时我也把那个视频给发出来了，发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在喷啊，说你看别人家都做成这样了，蔚来怎么还这样？那我当时说的是，你再等一等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蔚来的作业，再看一看蔚来的加速度。那3个月之后呢，我们终于迎来了蔚来的 New In 啊，蔚来科技创新日，他们发布了很多在智能驾驶方面的一些成果。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无需去关注那些复杂的名词啊，什么 BEV、什么 Transformer、什么 SD 地图、HD 地图、神经网络、价值网络、大模型这样的意义，我觉得你全部都不用关心。你也要关注的是它能不能跑，它跑起来的感受怎么样。那我们不废话，直接看成果，好吧？看完之后，我觉得你就能理解蔚来为什么坚持要上非常昂贵而且最长距离达到500米、1550纳米的激光雷达，为啥别人2颗 Orin 就可以，蔚来坚持要做4颗 Orin。那话不多说，咱们来看视频吧。那先上3个官方的小视频啊。那第一个视频呢是上海呢，它演示的是一个追统的避让，这里你能看到这突然出现了一个施工的路段，然后呢车可以识别这样的施工路段，并且进行主动的避让。避让完之后，你要注意到这个道路呢，它其实通过追统进行了一个非标准的道路，然后车呢是正常通过的。第二个视频呢是在昆山。第3个视频呢还是在昆山，它演示的是一个掉头的视频。我们左转的是红绿灯，你能看到电瓶车其实这时候是在闯红灯的。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跟这个闯红灯的电瓶车进行一些博弈了。那也许呢，它坚定的闯红灯，那我们就要停下来等它走。那如果呢，他觉得自己闯红灯是不对，他停下来，我们这时候就要顺利的通过。那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也是顺利的通过了。那为啥我要强调昆山啊？如果你关注这个自动驾驶行业，你就会知道，那目前呢有几种常见的模式，比如有一种叫开城模式，比如说我今天开多少个城市，那个今年开多少座城市，它一个一个城市的开。那基本上昆山呢作为一个这样的城市，它不会出现在第1批开通列表，很有可能也不会出现在第2批开通列表，甚至第3批也不会有。那昆山的车主们可能很难去享受到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的意义。而且呢，众所周知，昆山也是没有高精地图的。那因此呢，有一些品牌会走另外一条路，叫做记忆行车模式，就是你把你上下班的这个道路，你反复的跑个5遍，跑个10遍，把这个路给它记下来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条特定固定的线路上这么走下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可能把昆山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细节都跑一遍吧？那所以呢，到蔚来这里，蔚来就想了一个对消费者更加有利的方式，也做得更加凶狠。他把整个路线原子化到道路，以路开通，汇路成网，不限城市，不怕跨城。于是呢，就有我这次的体验视频了。看完官方视频之后，再来看看我的视频啊。上海、昆山两地往返有高速有城市路段，昆山呢是没有高精地图的，那上海呢是有高精地图的。为了让你看到呢整个真实的画面呢，这期视频中我不加速视频啊。老规矩，先说好的，再说不好的。先来10几个典型的场景吧。其实我是想把视频做的短一点的，但是蔚来这一次表现真的太棒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景我都体验到了，我想把每一个都跟你仔细的分享一下。所以咱们来开始啊。那首先来看这个片段，我们的目标呢是要直行通过这个道路，但是那对向的车辆呢，同时也放到左转的道路，那我们呢就可以在避让的同时，也要坚定的往前挪动，不能通过成为一个路障，对不对？在这里呢，我们的通过的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场景中呢，这个路况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未来在对于大车甚至任意侵占我们道路的车辆呢，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偏移避让。这个避让呢是在本方车道内明确进行偏移的，它不会有很大幅度的转向，但是给你带来的就是这种丝滑的安全感啊。那在高速呢，在城市道路，在面对大车，在面对小车的时候，其实现在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避让了。然后第三个这个场景呢，还是在昆山，我们还是要进行直行。那是在视觉的感知下呢，我们的直行道的排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试图呢从左边更快速的车道走，但是走着走着发现不对，前面的车道是左转的。那我们接着呢，慢慢的又把车向右并线，向右边边走边排队，然后跟上这个车流之后，慢慢通过路口。这种情况就很像一个陌生人刚到一个道路之后，你觉得这条道没有人，咱们就走过去。我这么聪明，对不对？结果到过了之后发现，哎呀，它不是直行的道，它是左转。那这个时候不就尬住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NOP Plus 处理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没完啊，通过路口之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右侧的货拉拉它侵入了我们的车道，然后不打灯不预警，就那么一把停过来。在昆山这种情况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常见的。那我们本方车辆呢进行了及时的减速，妥善的处理了这个危机。第四个场景呢，还是在昆山，有一个复杂的路口，通过之后呢，这个道路是开放式的，没有任何引导线，然后我们当然也没有高精地图了。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去右侧的高架桥，我们要上右侧的一个高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右侧有车要往左走，我们左边的车要往右走，同时这个路上是没有标线，我们还要直行走。那你可以看到我们 ESD 上对于轨迹的预测是来回计算了几番之后，然后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们从右边跟着别的车挤上了那个车的超。这时候呢，我们依靠前车的轨迹以及自己计算的这个路线，然后在左右去感知两侧车辆跟我们的距离，我们进行了避让，进行了减速，然后坚定的走到了我们要走的这个路中，丝滑的切进去。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坐在城市端跟高速做这个复杂程度要不一样。高速大家就是一个方向啊，向右变道下匝道。在城市端的时候，你会面对的车辆是不一样的，你要向右走，别人向左走，而且地面上的标线是如此的复杂，甚至有时候就没有。这个处理的还是挺好的啊。然后第五个场景继续是一个拥挤而复杂的路口，有交警在前面拦车，导致车道变少了。同时呢，前面的车非常高大，我们依靠视觉去判断的红绿灯已经失灵了，我们就看不到。那前车走了，我们就属于跟随，我们保持车速，尽量的去跟，不让别人去加塞。当我们看到通过了路口之后，看到前方有线了，那我们这时候准确的往自己的车道中去开。这种情况在3个月前的我的那次体验啊，哪怕就在上海，在漕宝路还有高精地图呢，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短短的这3个月时间啊，未来的这个进步速度超级快。如果我们比喻跑步的话，就是加速度极高。好，第6个场景，我们再看到前方，我这回要右转了。这时候呢，通过路口之后呢，我的车突然向左变形的左转变道，我正在骂人啊。这时候发现被左的人道不是很理智，但是考虑到这里也很复杂，就是还可以，还不错。不是正要骂人，我已经开始骂了。我说你这车怎么这么傻，怎么一过去就变道？结果往前开了不到10米我右侧的车有一台慢车，它的遮挡之户之后，你能看到有很多的车是在道路边上静止停着的。我们头顶有激光雷达，我们激光雷达视野比我的肉眼好，对，所以我来给机器道个歉。然后第7个场景呢，这个时候是左转呢是有灯去控制的，但是在这里呢有一点表现的不好，是我们的起步比较慢，然后起步慢了之后，我们的打灯也慢了。你看我在那儿喊该打灯了，该打灯了，简直是声控在开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是左转，对面右转车也要去进入，我们很准确的控制了自己的时速，让右边的出租车先进，然后我们再缓进入这个路口跟着走既没有成为路障，然后也做得很安全很流畅。第8个场景呢，我们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路口是有行人的，行人还没有在人行横道上横穿，我们准确判断出了行人要通过的意图，减速，但是没有把速度减到0，这个在车内的体感是非常非常丝滑的，这个其实很符合老司机的驾驶习惯啊。那通过之后呢，右侧有一台车，我们非常明确的判断了右侧这台车不会入侵，我们很干净很丝滑的加速走了，做的不错吧？然后第9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更加复杂了。我们继续来看行人过街加右转加对向有左转车道的车再过来的情况。那首先呢，行人第一，我们安全进行了礼让，礼让完成之后，我们开始右转。这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占据了道路上的位置优势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车不是很果断，它有一个短暂的停留。你看我又声控开车了，对吧？最终呢还是顺利通过了。过得很好嘛，对不对？那同样有一个右转的，在上海，它是有高精地图的参与的情况下。刘老师，我们现在语音开车，喊右转。那我觉得这功能老牛逼了，这不需要学驾照。
这就是跟出租车司机说，是吧？嗯，对，哇！那应该是10秒这些。不过这个让行我觉得也很合理，就是想走走不了，想走走不了。对，会慢慢往前试嗯。探。哎，再慢慢往前试探了，然后等到完全没了就可以走了，对吧？对，这个我觉得可以的，是的，它不会彻底卡死，不会彻底卡，它会往前拱一下、挪一下、挤一下，对吧？对，合理的呀。那这个时候呢，我是非常坚定而且稳妥的在等待了所有的非机动车通过。等他们通过完了之后，我非常安全的开过去了。所以这两个右转比较复杂的道路，我们跟道路上诸多目标啊，各种各样的行人，各种各样的电瓶车辆都进行了交互，都进行了博弈。那我觉得这两个场景中，我们做出了都是挺不错的一个表现。好，第10个场景我们继续来叠 buff 啊。那先是一个人行横道，我们是因为绿灯，我们直接通过了。接着呢，车道上有一台静止的车辆，我们要选择绕行。但其实这里的表现已经做得不错了。那但是我的要求很高啊，你们看，在别的品牌的视频里面，他们在绕行的那个视频往往会做一些小加速，对吧？那其实就是绕行偏慢嘛。那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绕行效率是比人类慢的。反正我对未来的要求很高。你看这个视频中就是元素，它实际上就是先过了人行横道之后，看到这个车先停了一下，然后才绕行。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老司机的话，其实会做得更加丝滑一点。在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空间的，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好吧？我对未来的要求是高的。那第11个场景呢，是一个小巷子啊，我觉得走路没有意思，我就走了一个小巷子，是我要求走的。然后这里呢，路很窄，没有标线，也没有中心线这个说法的。左侧呢，甚至还有停着的车，有的车呢会突然变道出来要走，对吧？大家来具体看这个视频的表现吧。顶回去了。我个人觉得在这种窄路上，它的通行效率还是要提升的。然后你看，我又开始声控开车了，对吧？我一旦声控开车呢，又说明驾驶预期跟我想象的不一致。是的。先让一下。你让啥呀？没有要让的，通。好，第12个场景啊，红绿灯起步，这是一个非对称的路口，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那有一台车呢开得非常慢啊，这是在上海，这是有高精地图的。我们非常果断的加速顶了过去，顶过去之后，先行进入了这个路口，然后我们再变道，慢慢正常的行驶。我们其实也不是莽撞行车，那这里头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况。这里也是一个非对称路口，然后别人比我们跑得快的时候，我们就会礼让，让别人先走了。这种东西驾驶的安全感立马就上来了，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类司机的时候，你看到右侧有个车，它起步特别慢，然后这个路口又是收窄的，还是非对称的，你又在一个弱势的口上，你想不想往前快点过去？你想的吧，对吧？你想的话，车也是想的，车就那么过去了。哎，这个表现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好吧？然后第13个场景呢，是我从昆山回上海，然后走了一小段高速。这个高速呢，京沪高速啊是有高精地图的。然后呢，在高速上其实也利用了城市道路上的各种各样模型的一些通用泛化能力啊。我们在1、2车道内非常灵活的转转腾挪，保证了自己的通行效率。而且昨天那个情况下，雨下的其实挺大的啊。NOP Plus 没有退出，表现依然稳定如老狗。这个其实跟很多品牌是一样的。当你把地面道路的模型各种泛化能力做好了之后，你把它再应用到高速上，你高速的体验会更加好。我觉得做的很不错，很不错。然后呢，以上13个已经是我精简再精简，然后我挑出的一些优点。我得控制这个视频时长啊，视频搞1个小时是没人看的。我还是很想认真的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缺点啊。那比如呢，在那个有的时候会出现打灯的漏打啊，这种情况下，在无图的策略中尤其显得有一些严重啊，这个是应该要打的。哎，这里右转，城区里头确实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没打灯，没打灯。那个在很多城市，我知道这个转向灯是选配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AI 驾驶员或者负责任的辅助驾驶，他就应该打灯，好吧？然后还有时候你发现视频中一旦他不打灯了，我就开始语音开车了。没有打灯这里。这个右转灯的时间是对，时机是对的。在无图的情况下呢，昆山是完全能跑的，但是确实在实际的体验中没有图的表现下的上海要强啊。你看，比如说这个画面中，这是一个喇叭型的开放路口，在有图的时候，我明显通过的时速更快。
而且我的转向也更加坚定，也更加稳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呢，未来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无图的时候也要努力的做到有图的效果，但现在他们还没做到，但是他们在努力。那如果高精地图能让大家的体验变好，那就留。未来从来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有高精地图，然后自己的技术比别人差，技不如人什么的，未来也从来不会去宣传自己所谓的无高精地图，结果呢还是用了一些图这种广告宣传术语。未来所在乎的真正的都是消费者能开这个车的时候，那什么样的感受好，尽量去用那样的感受，好吧？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品牌跟别的品牌很不容易的地方啊，就别的品牌喜欢打嘴炮啊，未来喜欢先把东西拿出来再说。当然在宣传上呢会有一些弱势，对，但是这个品牌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让它改它也改不了啊。然后再一些继续说缺点啊。会有走错路的情况，在没有高精地图的时候，比如在昆山，你看到这里是2条直行道在排队，对不对？然后车会觉得左边的道路可能会更快，结果开到顶头了之后，视觉摄像头发现左边的道路是左转道，不是直行道，那这个时候不就尬了吗？不就记住了吗？那就只能左转，然后去掉个头再回来了啊！你还记得吗？在优点中我也说过，它有时候会判断正确，就是这个正确的前提是它的视觉摄像头看到了前面会有那个路口标线是左转，他就不会选择进去。但这一次是那个标线很远，他没有看着，他顶到了。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当然是可以解决的。那任少卿同学在自己的发布会的 PPT 上也说了很多，会有一些人类司机的经验被引入在这里，会逐渐的去改善这种出现错误的这种情况的，一定能解决的啊，好吧？然后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我还是要说，就是漏检漏报。这也是为什么我左上角你看到有一个小字没有？我让大家不要去模仿，我是专业被训练过的司机，我时刻都知道我现在开的车是测试版。那这里能出现，你看对向横向车在掉头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些漏检啊，至少不一定是漏检吧，那至少在 ESD 上它的渲染是落后的。对，当然不排除它已经识别了，但是它的反馈就是慢了嘛。那人类作为驾驶人的时候，我这个时候选择非常果断的接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大家也是一样，在辅助驾驶阶段，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不安全了，你甭管它的边界能力能不能做到，你自己去接管，我觉得没啥，安全永远是第一要务。在这里呢，我就选择了接管，然后这个视频呢，我也把它放出来了。反正在未来的视频里头，我觉得放缺点是没有问题的。我希望后续中他们对于这种比较特别的，正好是一个开放路口，然后一个车在掉头，然后我们的视野可能开始离得比较远，然后我们冲得也比较快，这种情况还是要关注的啊。任少卿同学在发布会上说，未来的整个 NOP Plus 是一路开通，巨路成网的意思。一路开通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事儿做得很小了，相反，一路开通是用户价值的最大化。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这个是我们在上海的高精地图覆盖的区域。那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密度这个是我们一条用户路线。这个是我们100条用户路线，这个是我们1000条用户路线。大家可以看到1000条的时候，其实基本跟高精覆盖会比较像。那这个是我们1万条用户路线。所以呢，这意味着说，如果在上海我们给用户开通了1万条用户路线，或者有1万个用户，每个用户开通了1条路线之后，那它的这个覆盖度和它的这个连通性和密度会大大超过之前的这样的高精度地图的这样的一些。它跟 AI 代驾跟通勤模式都不一样，通勤呢就是你开那条路，超过那条路之后，其他路你都走不了。那开城模式的话，就是大城市先开，小城市你就等到什么时候再说。那几百个开始说是几百个城市，后来变成那几百个城市的先锋用户，我觉得这种道理也是说不过去的未来这种呢以路开通的模式，你走过的路才是重要的路，这反而是对消费者价值的最大化。未来的全域增强领航辅助功能，我觉得要不了多久呢，很快就会发一些先锋体验了。未来的车型 NT2 的每一台车，从2020年的 ET7 开始，1016 TOPS 的算力，4颗 Orin 芯片，激光雷达就选500米，1550纳米的，市面上买不着怎么办？自己投资一家公司做，这个就是未来。所以未来有时候呢，确实产品的一些功能点，它发的比别的品牌是要慢。那为什么会慢呢？原因很复杂啊，比如说未来一直在维护多套版本像早期的 NT1 的车，像对别的品牌来说，老车卖过出去之后再也就不管了。那未来对 NT1 的车型，比如它的 NOP 也在进行更新，这其实是消耗一些人力的别的品牌不管老车，未来这个品牌不是。然后呢，再加上未来想做的东西就是比别人要复杂。回到 New In 未来创新科技日，很多人的焦点可能会是手机，争论手机为什么要做一个好用的车钥匙，为什么那么贵，是否值得？他们不会去看到有了手机之后，手机跟车互联所带来的更多潜在的价值。
他们不会去看到李斌在发布会上连续讲了那么几个小时，他讲了生产制造，讲了研发，讲了底盘，讲了座舱，甚至讲了自己设计电池，甚至自己做出了第一颗芯片这种卓越的能力。当然了，人们会不停的去问这么做有没有必要，必要性这个事情，我觉得创始人自然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结果。但是作为消费者，我关注的还是我的体验到底好不好。这公司呢，其实就是这么有能力，它的好处不仅体现在自己的服务好上，它的技术依然做得非常棒。你要问未来为什么亏损，因为未来想要的事情其实是星辰大海，它要的东西就是那么更大更广。作为消费者，你真的喜欢是买一台都是供应商的零件所传播起来的车，然后企业赚的毛利特别多，然后车卖的也很多，你喜欢这样的品牌，还是会喜欢一个拥有无穷无尽的创新精神，非常在乎车主的体验，动不动就想颠覆一个行业已有的一些感受？虽然有时候很难，虽然很多时候被别人骂，但是他做成了，他的感受，他的体验，他的感知就是比别人要好。我个人会选择这样的品牌，我不会去买那么无聊的车。好了，这就是本期抖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抖买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对我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